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咱们正常人都具备一套完整的五官系统，五官的正确分布都已经不足为奇了。但是如果当你看到一个人的整张脸都呈倒过来的样子，你会不会觉得特别违和呢？我相信大部分朋友都会觉得这是一种非自然的长相。然而在20世纪的上半世纪，有一个男人时常出现在车祸现场或围观火灾的人群当中。奇怪的是，他的脸就是倒过来生长的，头发朝下，嘴长在最上面，并且还一直咧着嘴正在大笑的样子。然而因为他的神出鬼没，无论他和其他的围观者走得多近，也没有人能够记得当时见过他。最关键的是，当人们在无意当中观看这些事故的照片的时候，都发现了这个脸倒过来的男人。这为什么只在照片当中出现呢？这也太毛骨悚然了吧。OK， 那现在就请大家先点赞长按3秒钟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诡异的脸部倒过来的男人吧。这个诡异的男人因为脑袋颠倒，脖子像是被头发覆盖了，露出诡异而阴森的笑容。他似乎是个精致的人，一直穿戴整齐。从照片上来看，他一直穿着黑色西装，但也可能因为都是黑白照片，都无法辨别出确切的颜色了。当然了，这并不是重点。在1910年代至1960年代出现了该神秘的面朝上的男人。当你第一眼看到照片的时候，好像一切都很正常。但是如果把目光放在围观的人群上仔细查看的话，人群都包围着出事故的汽车，你会发现每张照片中都有着同一个男人。这张照片只有该男子在车内，面对悲惨的车祸现场，他竟然还有心情对着摄影师，脸上浮现出阴森诡异的笑容。另一张照片似乎是在集市上，第一眼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男人，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他出现在远处，咧着嘴笑。这张照片的位置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，人们都将这名男子称为匈牙利的邪恶者。还有一张在铁路附近，远远地站着一个脸朝上的男人，甚至这个男人还会出现在聚会中。难道下一秒就要发生危险了吗？无数的猜想涌入了大众的脑海里，为什么这个男人老是出现在奇怪的地方，并且要说其目击，也并没有人真正接触过他，只留下来他的这些老照片。而且这些照片里倒着脸的男人似乎和照片本身并不是特别融合，显得格格不入，就像是 P 上去的一样。于是这些诡异照片的作者特雷弗又冒出来了，这些照片又是出自于他的社交媒体。特雷弗将3张旧照片上传到他的社交媒体的时候，互联网上开始出现可追溯到1910年代至1960年代的男人的照片。当咱们第一次看这些照片的时候，其实大部分事情似乎都是正常的，直到仔细看着3张照片，就会发现其实每张照片中都有这个男人。他看着悲惨的事件，但是脸上总是浮出令人发指的笑容。不过在这些照片红遍互联网的时候，有网友竟然声称自己见过这个人。他自述有3个孩子，某天下午4点，一家人出门去看望妻子的父母，他们沿着高速公路行驶，一切正常，路上其他车辆也都遵守着交规。突然一辆水泥卡车撞到了道路上的一处障碍，开始打滑，撞了过来。等到这个网友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病床上了，妻子跟孩子都在车祸当中丧生，他在医院里度过了痛苦的1周。关于车祸的新闻在报纸电视上广为流传，有关车祸的现场的照片也是满天飞。他整理好了心情，开始看当时的新闻，记录显示卡车司机遭受了严重的痛苦折磨，他还是坚持从驾驶员的车门爬行约1英寸，他的腿也受伤了，鲜血直流。起初没有在意，后来这个网友注意到卡车司机面前站着一个神秘的人，仔细一看，绝对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他的身体像瘦弱的骨骼，身穿黑色的西装，打着血色的领带，脸是颠倒的。他对于车祸现场是一片充满喜悦的，但是临死的卡车司机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，他向那名神秘人的方向伸出了手，直到他慢慢断气。这个神秘男人的笑容越来越疯狂，越来越邪恶，这完全亵渎了对受害者的尊重。难道这个卡车司机临死前看到了这个脸朝上的男子吗？他难道是死神吗？或者是平行时空来的吗？当然了，这则故事肯定是网友虚构的。自从特雷弗发布后，许多人把这个面朝上的男人称作为事故灾害、血腥路面的守护神，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早在大萧条时期，他就开始出现在许多相关的照片当中了。由于该人常常出现在受害者死亡的时候，人们认为他实际上是个臭名昭著的死神。然而特雷弗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些信息，揭示了这个脸朝上男人的真实状况。据他描述，这个脸朝上的男人是一个酷刑虐待狂和邪恶生物的身份，目标是吸食交通事故当中悲痛之类的负面情绪，并可能试图造成尽可能多的车祸，给人们带来痛苦。当他出现的时候，身边的人是看不到的，只有事后的照片会抓住他的踪迹，让人恐惧，以此为乐。他的脸是颠倒的，也是因为他喜欢
欢改变人们的期望，爱唱反调。邪恶的他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也会制造痛苦和死亡。他就像是一个可怕的寄生虫，你知道他在那里，但就是看不到他。这个脸朝上的男人真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施虐受虐狂，做这一切似乎只是为了娱乐，间接的造成致命的事件，带给人们悲伤和痛苦来满足自己的快感。说到这里，我相信有一部分朋友一定会在弹幕里说太假太假之类的话了。其实真正也做过许多猎奇、恐怖、灵异的生物。这么一个穿着考究的人，要是戴个帽子，说实话还挺像个大胡子绅士呢。可竟然是个邪恶的人物。其实真正第一眼看到的时候，倒不觉得他有多邪恶，我就是好奇他在洗澡的时候倒过来的鼻子不会进水吗？当然我知道洗头发、吹头发肯定会变得更加容易。那他平时刷牙、洗脸、吃东西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之前给大家讲了恐怖艺术家特雷弗创作的微笑式，我在留言下方看到有许多小伙伴想看他创作的其他恐怖生物。放心，接下来正都会慢慢给大家安排上的。不得不说，他的脑洞真的太大了。可能有许多小伙伴跟我一样，第一次深入了解的是汽笛人的故事。特雷弗出品必是精品，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神秘人物创造了一系列恐怖的都市传说，也就只有这样优秀的恐怖艺术家才能把恐怖这门艺术做到极致吧。不知道以后这个脸朝上的男人会不会成为恐怖电影的主角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